听我们今天这一场讲座我相信也会让各位值回票价。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台达电的这个基金会，尤其是我们郑崇华董事长。那么他每年都会表扬国际在天文领域的一个学者而且是要年轻的他们总希望能够给年轻的学者有一些鼓励，希望未来能够获得诺贝尔的这个奖励，所以每年都会表扬国际这个在天文领域的年轻的学者。那么在这个表扬期间，那至少我了解应该办了3场的这个演讲会。那么其中有一场就在这个台达电，另外一场在中央大学。那么第3场就在台中一中，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郑董事长这么关爱我们学弟学妹，那么也愿意把这个资源来跟各界一起来分享，所以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讲座。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场讲座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我们来自澳洲的这个年轻的学者。他应该就是今年的获奖者那也非常谢谢我们中央大学我们陈教授，他每年都来跟我们做这个服务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演讲者，还有感谢我们陈教授。那天文校长不同我从书面资料知道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的领域在于恒星的形成跟演化那么以及这个星系演化跟这个红外星系这个我就没有听过了当然这个每一个学门都是非常的专业那我们这个也非常期盼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同学有很大的启示那详细的，我想就请陈教授来跟我们同学来做必要的时候的翻译，或者是来做介绍他能够介绍比我更清楚，因为他既是这个领域的，又常年来协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请陈教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样子的这个场合正如校长刚刚说的，这个我们每一年呢，我们会大概邀请2位左右年轻的世界上的天文学者，我们是在押宝，就是看看这些年轻学者将来是不是会成为一方的这个学者。那过去这几年都非常的成功。他除了来的人，除了跟我们学界有互动以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台中一中。那郑董事长有一次的来听，非常印象深刻，他的很幽默。今年的得奖者是这个Kewley 教授，他是在澳洲国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做研究，这都是世界最好的学校。然后在夏威夷，就是当时获得哈佛的一个学者的职位，他在夏威夷工作，后来就在夏威夷当教授，然后在几年前就回到他的母校澳洲国立大学担任教授。那我事实上讲一个简短的故事。我事实上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锁定他要颁奖给他，就是他那时候正在搬家回澳洲，刚刚生小孩，不能搬，追了好多年，终于把他从澳洲挖过来，待1个礼拜。昨天晚上2点才到，从澳洲过来飞了好久，很辛苦。今天讲的题目是有关于氧气我看了他的那个投影片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现在
大家如果屏住呼吸，屏住个2分钟，大概就会知道氧气的重要。他要用氧气、氧分子、氧原子的这一个故事是他的专长。因为氧气当然对我们很重要，但它在天文学上它有它的功能。今天只会讲一点点，因为它对温度很敏感，只要温度有一点点改变呢，它的性质就改变。所以他研究宇宙环境里面氧气的含量，利用氧气来研究天文，利用这个来讲天文故事。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跟他约好。他大概讲了几张投影片以后，我们停一下，我们稍微做一些背景，通常就是关于有些物体啊，或者是名词需要，大概这一场可能不是很需要，所以投影片都很漂亮，然后鼓励大家随时打断问问题，不要等到最后，因为等到最后你已经听完了，问题过去就很可惜。然后我也鼓励他，也问大家问题，大家可以体会他在澳洲教大学生是怎么教的。我跟他说要问问题以后，他刚才花了20分钟在车上没有下车，继续把他的投影片又重新整理过一下。所以等一下回答问题或者是问问题，都随时打断。万一你觉得讲不清，你怕说不清楚，你怕要讲一些东西讲不清楚的话，你就用中文讲，或者先跟我讲都没有关系。我的任务当然我们中间会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我今天的行程是这样。一开始有没有问题啊？好，那 Let's welcome Professor Kewley.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oxygen in the universe,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Big Bang,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e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irst stars and how oxygen was created in the universe. And then we'll look at supernova, how oxygen was blown out of stars, and stellar winds, another way of blowing oxygen out of stars. And finally, we'll go into detail on planet formation, how did our Earth form in our solar system? And how did our solar system form around our sun? And why did our sun form a solar system within our galaxy? And then we'll talk about the early atmosphere on Earth and how the oxygen that we're breathing right now came to exist on our Earth and how you came to live on this Earth. During this talk, I'll be doing some questions for you, and these are called class action. So class action. When I say class action,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read the question and then discuss with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If you don't have a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might want to move so you're sitting next to a person. And then there will be votes. You put your hands up for which one you think is the right answer. And this tells me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the universe, and so I know how much to tell you about the univer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do in America and in Australia in our classes. Can I interrupt this one? Yes. 这一章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猜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有些名词啊，所以在这边先稍微讲一下。刚才 Kewley 教授说，等一下的时候会有些这个action， 他会在就是在这个教室里面的一些活动，他会把问题打出来。然后你就跟你周围的人讨论，然后举手投票。如果错的话，都是别人的错；如果对的话，都是你的。所以一开始先从Big Bang 宇宙形成开始。我们要知道啊，我呼吸的氧气在地球上一开始是没有的。目前宇宙也只有地球发现了很多的氧气，所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呼吸啊，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然后他会解释 first stars， 宇宙从创始以来第一批形成的恒星，第一代恒星叫 first stars。有了那些星球以后，怎么样
生老病死，产生了 supernova 超新星的爆发，恒星死亡的时候，把它的这一辈子做出来的复杂元素，包括氧气啦、氧元素，丢回了星际物质，包括了在活着的时候的 stellar wind 恒星的风。我们太阳现在太阳没有用墙壁封起来，它也有风往外吹，恒星一辈子都在散播东西。然后呢，就会讲到跟我们地球有关的，讲到 planet formation， 讲到我们行星的形成。在这个故事里面，宇宙诞生，恒星诞生，恒星聚集成为星系，在恒星的旁边的行星，包括我们地球这一块，怎么诞生出来？目前的认知。然后行星上面怎么样发展出第一代的大气？这个大气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然后讲他等下会讲到现在的氧气。Okay, so we start with oxygen. So an adult inhales 0.05 to 0.1 ounces of oxygen per minute. So this doesn't sound like very much. It's a small amount of oxygen in a minute. But in a year, the adult, if you multiply ounces by 60 minutes in an hour, 24 hours in a day, 365 days in a year, you're inhaling a ton of oxygen in 1 year. It's the same weight of oxygen as a rhinoceros. This is a very large amount of oxygen that we're breathing. So why do we need so much oxygen? Our body uses oxygen to 4 heliums join with beryllium to form carbon, and another helium to form oxygen. So 2 heliums together form beryllium, add another helium to get carbon, add another helium, then you get oxygen. This is how you form the oxygen atoms in the universe in some stars. 在某些恒星当中，我们太阳没有啊，太阳的中间温度不够高。在某些恒星当中呢，这是氧元素怎么做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恒星的中间最中间，氢其实是质子了。氢的原子核跟氢的原子核一大堆的连锁反应，最后形成了氦。而2个氦呢，如果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做出钡的 iridium 铍，做出铍。然后如果再跟一个氦再作用的话，就会产生碳12。然后碳12再跟一个氦作用呢，就会产生氧16。它都是4的倍数，8，铍是8，碳是12，氧是16。这就为什么在宇宙中间只要是4的倍数的，它的就会特别多，因为它是恒星做出来的。这一个因为氦的原子核也叫阿法粒子，所以这个作用就叫做 triple alpha process， 3个阿法的一个核子反应的过程。Inside massive stars, 1.5 times the mass of the sun, oxygen is created in a cycle, CNO fusion cycle. Here you have carbon, nitrogen fusing together with hydrogen to form oxygen, but that can also form nitrogen and carbon, and nitrogen and carbon, and nitrogen and oxygen. It goes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Sometimes the oxygen gets thrown out of this cycle, and that's how we get oxygen from the massive stars. 比较质量比较大的恒星呢，那这边定义就是比太阳的质量1.5倍以上。太阳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比它大的恒星，它中间的温度比较高，它把4个氢变成1个氦的过程呢，是靠着这个碳、氮、氧作为催化剂。在这个右边这个图比较复杂，但它都是一个碳跟氢作用，然后氮又跟氢作用，然后氧等等等，是一个循环，任何一个地方开始都可以。那在这个循环当中，后来的那个碳、氢、氧都没有加入，就最后又拿回来，它是一个催化剂而已。
但是整个静反应呢，还是把氢变成了氦的这个过程。如果在这个循环当中，恒星发生了变化，最后它推出来的是产物是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太空里面看到这个。Okay, oxygen is created inside the stars and then it's thrown out of the stars through supernova. A supernova is when a massive star core runs out of material to fuse together, can't fuse any more material together, and then it collapses on its own gravity and releases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so it blows off the outer layers of the star. It leaves behind a neutron star or a black hole. Neutron star has a mass 1.5 times the mass of our sun, but it's only 12 miles in diameter, so something like 30 kilometers. In 30 kilometers, you've got something that's 1.5 times the size of our sun. 在大质量的恒星呢，当它的核心没有办法再进行核反应，核反应提供了热让气体跑得很快，彼此相撞，彼此推开，才能够支撑万有引力。等到核心要是没有核子反应，没办法进行，它一直不断的往前面融合成复杂的元素，到最后就没有可用的燃料，没有核燃料可以用，它的核心就缩下去，变成一个中子线。因为只有靠中子的这个原子核的力量，可以撑住万有引力。中子线非常小，像1.5倍，像或以上的恒星，缩成中子星呢，只有台中市这么大。太阳现在的直径是150万、140万公里，现在是140万，缩下去以后会变成只有30万、20万，非常非常小。那它死亡的时候，核心缩下去，把外围的东西喷出来，那个现象就叫超新星。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释放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当时那个超新星，一个超新星就跟一个星系一样，这么亮，非常非常亮。Okay, this is a Chandra X-ray image from the NASA Chandra satellite of a supernova with large amounts of oxygen, neon, magnesium, silicon, and sulfur. So this is all the gas that's been thrown out of a star, which you can't see because they're dark, neutron star in the center, and the oxygen is all over the supernova. 这一张是在太空的 X 射线望远镜拍到真正的影像。X 射线在地球上表面是看不到，用大气挡住，在太空拍。那个望远镜叫Chandra X-ray image， 右边真正的影像。一个超新星爆发了以后，在100年、1000年之内爆发的东西，它就排在那个附近，我们就拍到这样的影像。那个过程，好多的元素被抛出来了，氧气啊、氖啊、镁啊、气啊、硫啊，都被抛出来。这些原来恒星一辈子行核反应产生光跟热以外的副产品，就做了这些东西。然后死的时候呢，就留了很多遗产，这些比较复杂的元素就回归给了星际。The other way that oxygen is blown out of stars is with stellar winds. This is a stellar wind being blowing material away from this star. And the stellar winds can blow material away from stars at 200 kilometers per second. 刚刚讲恒星它中间在核反应，然后温度很高，外面到太阳表面都还有5-6千度。大质量的恒星尤其如此，因为它的发出来的光很强，所以它东西更抓不住，它就跑出来。它就有比我们太阳还要更强烈的恒星风。右边这张是真正拍到的一个照片，再加上一些艺术的这个描写。它们发出来的恒星风的速度非常快，1秒钟可以达到200公里。换句话说，从台中到台北只要1秒钟，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的这些复杂的元素呢，不一定要等恒星死亡，在活着的时候也有大量的飘向太空。 Okay, here's a class action. Just see if you're listening. How far can a stellar wind travel in 1 second? 这个问题是恒星风1秒钟可以走多远 Go. If you know the answer in numbers, tell me 2 cities. 2 cities in Taiwan. I messed that up. Yeah, two cities in Taiwan where the stellar wind could travel in 1 second. 1秒钟可以走多远 55.5 meters. in 1 second? 1 second? No. You were saying? I heard some correct answers. 200 kilometers, yes. Okay, speeds 200 kilometers. So that's like, it's like the wind blowing from here past Taipei in 1 second. You click your fingers, the wind's gone from here to Taipei. Like that. Really fast. Okay. Now, over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there are many generations of stars. We have the first stars, but then we have the next stars in little galaxies, and then many generations of stars throughout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So oxygen is created in all of these generations of stars. 在宇宙的历史当中，第一代恒星出现死亡，下一代拿了更丰富的元素做出来又死了，一代一代的生老病死，到了现在所看到的，我在新闻里面是写说，你如果到田里面去验它的土壤，你就知道在过去这几年它种了哪些东西，撒过哪些农药，对吧？因为记录都在那边。一样的道理，从我们现在去看各种天体，我们就可以知道，从氧气的含量、化学的含量，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And how do we observe oxygen? We need to look at a spectrum from galaxies. This is how we create a spectrum. You can take a light bulb and shine it through a prism, and this gives you a rainbow, a spectrum. If you take hot gas and you shine light from a hot gas through a prism, you get an emission spectrum with lines. These lines are from different atoms. So there's a red line from hydrogen. There are blue lines from oxygen. If you take cold gas and shine a light from the back of it through the cold gas into the prism, you get an absorption spectrum with lines. Same lines, but an absorption. Hydrogen, oxygen. 如果我拿一个白炽的灯泡，现在比较没有这种东西了，但是就是一般的钨丝灯，就是发或者是一个烧热的，然后我们看到就是白光嘛啊。可是如果我拿一个棱镜来的话呢，把那个光随着不同的波长分开的话，你就发现它会有一个像彩虹一样这样子的分布，那就是不同能量的光随着波长分开。看第一个，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叫连续，看到是连续，就每一个能量都有。可是如果我现在在这个灯泡前面放了一个冷的气体，再让它分光的话，那个冷的气体啊，它的原子本来是比较低的能量状态，现在有些光线呢被它吸收了以后，所以在原来的彩虹上面呢，又多了一些黑色的线，那些能量被吸走了，被这团气体给吸走，对吧？而这些线所在的位置，随着原子的结构是不一样，跟指纹一样，每个人指纹都不一样，有氢气的、氦气的、氧气的、镁气，各种这些不同的元素，它发生的所在的能量都不一样。
那第二个图是说，那如果我直接就放一个高热的气体，那个密度很低的话呢，这张高热的气体因为高热嘛，它本来处于激发的状态，好像我今天把一个球踢到10楼，它就处在一个高能量状态，这个球就要慢慢从10楼跳到9楼啊、2楼啊、1楼，能量跳下来，跳下来它就会发射的。Okay, so we, in astronomy, we look at the emission spectrum of galaxies to tell us the amount of oxygen in the universe relative to hydrogen. Hydrogen was created in the Big Bang, and the amount of oxygen that we see in a spectrum from a galaxy relative to hydrogen tells us the amount of oxygen that's been produced in that galaxy over 13 billion years. 天文学家就是利用这样子的原理，看发射线，发射线氧气发出来，我们知道它是氧气，然后我们就跟氢气来比较，氢气是宇宙一开始就有大霹雳出来，氧气是后来做出来的，这两个一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Now, in astronomy, we have new 3D technology. We need 3D because we want to know where the oxygen is in galaxies and how it changed with time. So we have special instruments called integral field spectrographs, which take a spectrum at every pixel. So it's like having your digital phone having a spectrum for every pixel in your camera. 这张图看起来很简单啊，这是目前最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手机上面的相机就是拍影像，影像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画素有它的强度、亮度嘛。啊，我们的相机当然是因为在3个颜色拍完以后，它在直接在晶片上就把3个颜色做合成，我们看起来是彩色的。其实彩色的意思是每一个颜色不同的强度，我们只有强度哦。现在最新的观测是这样子，它在你的相机前面啊加了一个棱镜，有点那个意思，使得你每一个画素啊，不但知道它的强度，每一个画素还得到一个光谱，都有一个波长，这都可以分光，所以得到的是一个3维的资讯，除了2维的各个地方的强度。我还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光，这个地方的光到底随着波长、随着能量是怎么变化的啊？现在这个大的望远镜，这个Kewley教授用的就是这样子的技术去研究空间里面各个元素的分布。Okay, so we're using the wide 3D spectrograph in Australia, and this is the 2.3 meter telescope in Siding Springs in Australia. And observing in Australia is very dangerous. 好，这是澳洲Siding Spring， 他们澳洲本来有我在来的路上跟Kewley教授在谈，澳洲很大的沙漠，他们人都分布在澳洲 you have 20 million， 整个澳洲大陆只有2000万人，台湾有2300万人，所以澳洲很空旷，都是沙漠。其中这个望远镜2.3公尺并不大，他们另外有个天文台，前几年被森林火灾烧掉了。然后他下面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望远镜就配备了一个仪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可以得到3度空间资讯的。而在澳洲观测呢，是非常危险 ，very dangerous. Very dangerous. We have spiders. And very dangerous spiders, they can kill you. 沙漠的蜘蛛很毒的啊。We have very dangerous snakes that we see. They can also kill you. And we have very dangerous kangaroos. So observing is fun in Australia. In Taiwan, we eat snakes. You eat snakes. They're not. The more It's a very poisonous, the better. poisonous. 云气里面，因为密度高，它就有机会借着万有引力收下去。新的恒星是在这些云气里面做出来的。恒星的中心的温度，像我们太阳是1500万度，热得不得了。太空里面这些黑色的云是摄氏零下200多度，冷得不得了。就大自然在宇宙中间最冷的地方，要做出很高热的东西出来。
So this simulation shows you what's happening to the gas and what's happening to the stars. So here's the gas, here's the stars. The blue shows where all the new stars are. There's lots of new stars in the spiral arms, as well as in the center. It's the gas that gets thrown out into these tails. OK， 这样很精彩，又是用那个触角星系当一个例子，也是电脑算的模拟。左边是表示气体的分布，右边是表示恒星的分布。恒星是已经我刚刚讲比较高密度，那你就可以发现它有一点一点就做出来新的恒星啊，尤其是在这个旋臂，就是那个有这个螺旋的这个结构的地方。气体就不一样了，气体它就被外面丢出去。上面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触角呢，其实主要都是来自气体，恒星比较集中。Okay, after they close past, they move apart for a while, and then there's a final collision, and at the final collision stage, gas can feed a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in the center of the galaxy.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借由刚才的这个运动呢，在最中间的部分，我刚刚讲，因为碰撞啊、挤压，所以它的密度就会很高，有很大的，因为它是星系啊，它不是一两个，是很多的质量在那边。有可能中间就会形成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而超大质量黑洞只要有气体在它旁边，就会被黑洞吃进去就会造成一些看升到一些能量比较高的现象。So this is a simulation of a final collision. We're going to follow the galaxy right to the end of the collision. We've got gas being thrown out, coming back in. And it comes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the galaxy is looking like an elliptical galaxy after 1 billion years. 到了10亿年以后呢，气体都散光了，剩下一个早年做出来的恒星，没有气体就没有再有新做恒星的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批恒星就慢慢老化，最后我们现在看到太空里面的椭圆星系这张照片，这不是一颗星，这是几千亿个老了以后的恒星的照片。And inside this galaxy, the gas still feeds th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We can see that. We can see the gas surrounding th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This is a Hubble Space Telescope image of the accretion disk of material moving around the black hole, feeding the black hole. This accretion disk is much smaller. It's very tiny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the whole galaxy. It's just tiny region in the center. 这是一个示意图啊，这是真正的照片，但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